我去开门。你是谁呀？大志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说你出差去了吗？对啊，我出差去了，但是我工作比较顺利，然后我看这个时间太早了，我想回来给妈过个生日。你站着干嘛？你看你这大包小包的，来给我。妈，我给你买了些保健品，还有这个礼物，算了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这位是？我给你介绍一下哈，那个这位是，是我妈的学生，然后呢，那个平时帮我妈一块工作，现在啊，人家是教务主任了。啊，那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。老站着干嘛？来，咱们吃饭。你是客人，您先坐。阿姨，我们不是客人，我是奶奶的孙子，奶奶可喜欢我了，奶奶还说她家就是我家呢。小孩子别乱说话。快坐吧。站着干嘛呀？咱们坐啊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陈东。你爸爸呢？没有一起来吗？我没有见过我爸爸，妈妈说我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，我只知道他是钢琴老师，他的钢琴弹得非常棒，和陈叔叔一样。阿姨，你看，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吊坠。你一个吊坠有什么好显摆的？真巧啊！我家里有个姐姐，跟你也有一样的吊坠。姐姐的爸爸也姓陈，也是钢琴老师。妈，这个孩子跟大志小的时候一模一样，也太巧了吧！大家快吃饭吧，菜都凉了，尝尝我的手艺如何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这里的主人呢。周卫红，过分了啊！你是来给我庆生的，还是来搅局的呀？到底是我过分还是谁过分？陈大姐，这个孩子，还有这个女人，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我20年前我就说过，小市民出生的你没有修养。现在看来你一点没改，而且越来越像个泼妇了。我是泼妇。妈，再怎么说，你也是一个县中学的校长吧？您的修养应该比很多人都高吧？您再不喜欢我，我也是您名正言顺的儿媳妇。我真没有想到，你居然会这么纵容你的儿子胡作非为。你放开！陈大志，来之前我就已经听说了，可我根本就不愿意相信。不过现在我知道了，
我终于知道你陈大志到底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事。哎，魏红，魏红，魏红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？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本来想开开心心跟你过个生日的，可是没想到。行了，反正这事儿啊，肯定会被他知道的。魏红，魏红，你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过来了？来破坏了你的好事吗？陈大志，你行啊，学会撒谎了，骗我说出差，结果是别有用心。你要是嫌弃我了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周卫红绝对不会缠着你。可是你居然把我蒙在鼓里，你太过分了！不是魏红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存心要骗你。那我问你，那个东东是不是你的儿子？你说呀！我明白了。这以后啊，咱们就指望着这点钱过日子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以前让你省着点儿，省着点儿啊，不要去攀比，少打麻将，别买那么多化妆品。啊，你老是不听，现在知道了吗？你就知道说我哪次打麻将不是赢多输少啊？况且，我弄我这张脸，我还不是为了出去不给你丢脸。你看外面那些女人不爱保养，满脸长斑，那出去都吓死人了。我觉得这个钱花得值。哎呀，是，反正都是你有道理。那你呢？我让你不要抽烟，不要喝酒，你干嘛不听啊？现在知道厉害了？找你妹妹去。怎么？来了。魏红，哎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，魏红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进来坐。哎，你去找那个老太婆了没有啊？啊？快坐！听了周卫红的哭诉，哥嫂两人愤怒不已。嫂子刘梅更是直接去找陈凤英对峙。尽管如此，她并没能弥补周卫红被刺痛的心。陈大志的背叛让周卫红的生活坠入谷底。他很清楚，哭闹都是徒劳。冷静过后的他决定勇敢面对。